前2天我在找视频题材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叫做《鲜花世界》的地图。这是一片超平坦大陆，50多层高的泥土上面长满了黄色的小花。然后树身的中间有3个村民啊，在看到这些村民的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必须要文案看这个图了。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图是这么的折磨人。那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地图的规则吧，就是我们需要用到这个世界的这些花还有泥土来跟村民交易各种各样的物品，并通过这些物品来获得击败末影龙的权利。前往末地所需要的传送门框架，作者也添加了额外的合成方式。那么首先生存的第一步啊，我们先挖掘一下地上的这些泥土，4个泥土可以合成一个泥巴，这个是 1.19 新添加的方块。然后用泥巴可以在第一个村民这里交易出原石，换出16个原石之后，我们就可以交易出一个铁矿。而地上的这些蒲公英是可以交易木头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工作台还有木质的工具、石子的工具就已经可以获得了。不过由于材料比较紧缺啊，因为我们要不停的挖方块嘛，所以我们需要省着点用。后续的话，我是辛辛苦苦的收集了10分钟的物资啊，终于收集到了2个铁的材料。看一下后面的交易列表，想要随便交易一个东西，可能都需要4个铁。那我们这样子直接挖东西的效率就太低了，所以的话，我又去添加了一个连锁挖矿。在加完了连锁挖矿之后，也是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第1个晚上啊。外面的话也开始刷怪了，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连锁挖矿可以挖掘泥土了，所以我们用来建一个小空间隔绝怪物啊，也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了。那么接下来我把这边的围墙给建好了，刚刚用连锁挖矿获得的花也可以给我们取之不尽的木头了，技术的生存暂时是有保障了。然后的话就是烧木头做木炭，制作火把，在晚上获得一点照明，再烧铁，然后和它交易水桶和岩浆桶。于是我就在有连锁挖矿的情况下，又收集了10几分钟的物资，成功的交易出了岩浆桶。接下来又交易了青金石块，结果我挖了1个之后发现啊，这个青金石块它是每一个都必报9个青金石的，而我们交易一个水桶只需要8个青金石就可以了。突然感觉这个作者还是挺善良的啊，记住我这一句话。然后我也是成功的交易出了1桶水啊，高高兴兴的放下水和岩浆，打算刷无限水，结果啊，水和岩浆的位置放反了，我的岩浆变成黑曜石了。不过还好，我们这个桶还是在的，所以岩浆的话只需要木头就可以再换1桶出来了。于是我又重新的做出了这个刷石机，结果发现它的效率根本就没有我看连锁挖矿的高啊，我直接裂开白干。所以的话，这个刷石机就直接放弃了，好吧。那我们的下一个大目标是弄出一个草方块。这个世界是修改了随机课的，放下了草方块之后，它会瞬间扩散。草方块扩散之后，大片的草原是可以刷出动物的。而1个草方块需要用到4个蓝色的花，就等于64个，也就是1组红色的花，相当于是32组的原石。然后我们再算一下，总共的话需要挖掘128组的泥土。我们需要装满好几次背包的泥土才行，不过还好有连锁挖矿。接下来的话是花了几10分钟的时间，我终于收集了足够的物资，弄出了1个草方块。这个草方块一放下去之后，整片大陆一下子就变得绿油油的了，可以看到远处也是陆陆续续的刷出了一些小动物出来，于是我们就有了充足的食物，也可以制作羊毛来跨过夜晚了。那有了草地之后，有的观众小伙伴们又告诉我了别的玩法，就是可以卡作者 bug， 我们可以制作一个堆肥桶，然后用黄花弄出骨粉，再拿骨粉去草地上催熟，就有概率可以直接刷出红色的花，甚至还有可能刷出那个白色的花，也就是合成了一大波之后那个最终的花。不过这个花交易出来的物品不是关键的物品，我们挺需要中间这个蓝色的花的，只有这个蓝色的花才可以减轻我们连锁挖矿的负担，而这个蓝色的花它只能在沼泽生物群系中找到。然后我去查了一下，根据一个地图种子找生物群系的网址，查出了这个沼泽生物群系的坐标啊，跑过去试了一下，发现这个超平坦并不适用这个网址啊，所有的地方全部都是草原生物群系，所以的话又白跑了，好吧。于是我又想了一个办法，用花来获得骨粉的效率比较低嘛，不如我们去换出一个小白刷怪龙，然后直接刷小白的骨头。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夜晚打怪是比较困难的，刷的比较慢，因为外面这些怪实在太多了。所以有了这个小白刷怪龙之后，我们就可以无限刷骨粉，而且不受威胁了。有了无限的骨粉之后，再去草堆里面刷红色的花来代替连锁挖矿泥土的过程。草方块去交易这个刷怪蛋的时候，发现我并没有竞争采集啊，这些草方块挖下来直接就是泥土啊，我都忘记这个事情了。然后观众们又给我出了一个建议啊，就是我可以清空出一片地上没有花的地方，再弄一点高低不平的位置，这样子晚上的末影人就有概率可以拿上草方块。这个过程的话也是花了不少时间，我们稍微绕了一小点弯路，终于是成功的收集到了足够的方块，然后做出了简易的骷髅刷怪处。但是因为有点简易，所以它的效率不是很高啊，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在我寻找这个效率问题的时候，不慎掉落了之前连锁挖矿出的坑里面，
啊，一下子被怪物秒掉了，身上的东西全部消失，笑死。再想下去的时候已经不能再拿到了，因为怪物实在太多了，还有苦力怕会把我的掉落物给炸毁。啊，和平的话肯定是不能开和平的啊，只能放弃物资重新来过。不过还好我们已经有草地和苦头了，收集物资也是比较快速的事情。于是我们开始做前往末地的准备。去末地的话需要末地传送门，作者为这个末地传送门框架制作了单独的合成方式，需要一个钻石块啊，这是主要的物资。沙子的话是有合成方式的，除了这个钻石块，其他的物资获取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一个钻石块需要9个钻石，钻石需要拿青金石换，青金石需要拿铁换，铁只能靠挖泥土一步一步换过来，不能靠收集花这个捷径啊。于是在历经了千辛万苦之后，我又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是刷出了一个末地传送门。然后突然想起来，这个传送门框架它总共需要12个，也就是我前面重新开始之后的半个小时的工作需要重复12遍，需要挖6个小时的泥土来交易出这个末地传送门啊！我怀疑作者是从疯人院里面跑出来的，怎么玩的这么变态呢？我直接回手就是闪现加传送加退出游戏加删除存档，拜拜了您嘞！